天哪 ！OK， 好，那我们这第一个游戏就结束了。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就是叫做你比我猜。首先，我先说啊，这是一个5个字。我的5个字啊。对。我都想帮他比的，突然之间。又一个大晴天，又一个6个字啊！这6个字啊，又对了，干嘛？这是什么？你教教我，要不你来。最后一位男宾来。我唱歌，我唱的是什么歌？我刚唱的勇气。哎呦，我急死了，我都急死了。我给你个关键数字18，唱18。当我没来过。我再来一个。你那个喘气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了，行了，你们3位都下去吧。活力啊！其实我跟你说，亲爱的，再简单，对呀，这就是你。他们其实一直在说你，对不起5个字，不是，但这真的没法，你没法确定类别，你知道吗？我知道他说18，我听懂了18岁。然后你说的是我，你就死活比我也不知道。那你做俯卧撑什么意思呢？不是，你听我说啊，又做了喘气，主要是又喘，那哪有18岁这么喘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啊，我这个动作代表是一个女性，对不对？啊，对。然后我这样，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代表是在采访。这个联想的太远了。然后呢，我后来实在没有招了以后，我想到了一个弟弟，因为萧亚轩都会找弟弟嘛。代表这个俯卧撑和活力，代表是年轻人。你可拉倒吧，喘成那样呢。来，下面一个徐工站上去。3个字。啊，其实也不难。我可以过吗？救救我！我可以加入跟他们表演吧。什么？几个字啊？哦，对，这3个字。啊，这个你们男生的这个表达力怎么那么你来试试，你来表达一下。不是这个可以吧？这个来，你跟他呢？来。你想演谁？这么大声，没有，我就直接演那个情况啊。草。这个有人走了，然后吵架，这是个事儿，对，应该说这是个事儿。换房间，对。好，继续啊，下一题了。等一下，我喝一口水，太干了，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啊，真的不好意思。还有，你先喝。哎呦，这俩人怎么那个？我也渴，哥。哥哥，我没碰到。哎呦喂！这样啊，我觉得这个前面玩了半天的难度好像有点大。我们现在4位里面，你们选出1位，觉得他的脑回路更加清晰一点，坐在这猜。剩下来的3个人可以协同表演，都用你们的肢体语言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给这个人。
就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呗。对，没错。但是这看的人也很重要，他能不能迅速接收你的信息？我可以试一下，让我试一下。你猜比较搞笑，试一下，试一下。其实试一下嘛。好了啊，3位，请看题，3个字。猪脚饭。哎，对。来第2个 ，OK， 好，4个字。说玩游戏。厉害厉害！好，7个字。刚才啊？哎呀！哦，厨师一般是做饭的人。7个字。描述一下。你我。我在家不做饭。好，太棒了，怎么这么厉害？好了，3个字。对讲机。3个字。鸡。干。鸡蛋。茶叶蛋。鸡屎。是3个字。煎鸡蛋、水煮蛋、水波蛋、半熟蛋。什么蛋？什么蛋？煮鸡蛋。啊，对。给面饭，来，好厉害啊！来，你们比得好。由于刚才第1轮实在是玩得太菜了，所以经过节目组决议，再来一轮。之中商量只派1个人来回答拉丁就可以。我是觉得啊，如果有没有人愿意去表达的，大家就是可以去发言。如果大家没有愿意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就是这个剪刀石头布，还是有公平起见的，对吧？谁猜就是我输怎么办呢？我可以免疫了吧？我愿意。好，那我们就我们的猛禽来。哎呀，猛禽好勇敢，来，你也可以都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愿意，居然愿意。不是我愿意什么呀？我愿意，我都不知道我愿意什么。给我的锐评是不适合同事或朋友啊，看似处处为全局考虑，实则自己的小九九，这种人对普通人而言很难对付的。首先就是我特别感谢夭夭，这说明你在赞美我，因为你说我非常的不普通，不适合做同事或朋友，也没有关系，要是不适合就不做呗。我可能觉得夭夭，可能我觉得你身边确实没有我这样的同事和朋友。如果就是其实也挺遗憾的那个。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或者可以处成同事或者朋友试一下，因为日久见人心吧，是吧？好棒！我帮他补充一句吧，我觉得在爱情世界里，这应该是自私的，这个应该是有心机的。你在说什么？然后刚才我们做游戏的过程中，你们没觉得吗？把所有的记忆又给翻一遍。哎，这个煮鸡蛋，对吧？还有这个猪脚饭。所以猪脚饭最早是第一个谁打包给我们吃的？是 Ken 吧？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头猪。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反正我跟老板成为朋友了，你知道吗？那应该就是你。就也是吧，就是米粉，跟那老板很熟的感觉。就好像是米粉。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就是好像这个猪脚店的老板把那个店铺里所有东西都准备过来了，因为是这个老板拿着锅，好几个锅，拿着砂锅粥是吧？砂锅粥，完还有好多东西，一早起来送过来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老板以后呢，就是说，哎，怎么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你点的吧？对，对吧？就所以我说那个餐单上我看到所有东西，我觉得我都吃过，但是我都没去过那个店。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陪看后面的小游戏环节就结束啦。大家怎么样？玩得开心吗？开心。有很多回忆杀。对，是啊。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后续的更多精彩的正片。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好啦，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大家拜拜。哎呦，拜拜。你打开自己，然后被人看到，然后抓住机会，从小城市到西安，再到北京，其实是一路，其实都是在往前的迅速的发展呢。来北京其实
有一多半也有私心吧，就是想靠近自己的梦想的地方。对，男朋友也是支持了你的梦想哈。其实我也很感谢他。对。然后当然后来他也成了我前夫。是很正常的。拥有一个前夫不是一个少有事件。但当时可能还是社会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也离婚嘛，很多网友会说哇，为什么一个离婚的女人还出来讲亲密关系，爱去非诚勿扰？他会觉得你不够成功。对，他说你自己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教别人呢？那你现在看节目会觉得啊，我自己好惨呢？也不会吧，我既然一切都不能改变的时候，就允许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这个冲击，可能也是我没有想象到的。对，包括来自网络的冲击。对。我在前面看到好多的那种场景之下，我觉得你好还蛮能忍的。我都忘记了，其实或者有一种对痛苦的选择性遗忘了。但是确实等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居然在没收到漂流瓶的时候还挺稳定的。这是我没想到的。对，觉得你一上来就非常确认的选择罗非，然后但后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看到了他的退缩。刚好前2天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他说这叫事儿吗？他说这只能证明他接不住你而已。他不觉得就是他说你就做你自己，总有人喜欢你。我今天看那个第5期你在做饭露营等着就来的时候，我看你那个切菜那个做饭，就是你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其实那天也是就可能委屈吧。当我去主动的时候，我就对自己会有很大的一种内在的这种冲突感。可能这个也是就是觉得或者说是传统的规训。是的，能够理解。对，传统的观念会说女人是应该是等着，对，就是掉价之类的。对，比方说你回来以后，我看到有一场就在玩手机，是林健和王老师在做面条，然后你又想跟这个说话，又想跟那个说话，就是大家都没有跟你沟通，然后你还有唱歌，然后你调动不了任何气氛。我在想，难道你就不能自己坐一会儿吗？你安慰自己，受伤的自己，你是不是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情绪有一个疏导？你总是好想让大家快乐，让大家其乐融融哈。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节目真的像镜子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时候的刘梅，我看到的是过去的你，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是如何的希望去弥合那些分歧，去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可能我不知道你跟你哥哥姐姐的是吧？因为我也有回想过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比我大太多了。我一直想跟他们玩，但是我要看他们的脸色。其实他们都会觉得我是老小，可能还骄横跋扈也罢，还是什么，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笑或者他们不笑，他们来或者不来，带不带我玩，全凭我要如何乖巧。他们随时可以甩掉我，然后我一个人孤零，我特别害怕别人走掉。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会是这么讨好？但以前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上完这个节目，我也有感受。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也是不喜欢被打压，比方说像我可能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到现在我再去交往哪个男朋友，敢说我不好。还用撒娇的方式拜拜，就是对不起，我再也不愿意听这些了。甚至就是我们父母就是用这种方式对我，我大概到30多岁的时候，我也是坚定的跟他们说不了，我是表达愤怒的。我说妈妈，你这辈子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好话，我说我不想要这样的母女关系了我说。而且说什么事情他都先说你哪里不好。我有一次好像去演一个戏《虎妈猫爸》，我想问一下你的。对，你理解哈？我理解。对，我是演一个虎妈猫爸。我说妈妈，我第一次去演戏，演的好像不是很好。他说你这个发型也不好，穿着也不好，哪儿不好。我天哪，我真的是炸裂了。然后我就跟他表达愤怒。以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不能够跟长辈表达愤怒的，那个是不孝顺。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了。然后我大概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在学会表达愤怒。
然后到去年开始，我拍了我的后半生，开始和解了，我好像那个愤怒就表达完了，我也看到了父母的不容易，或者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那种熏陶，他养成的说话的习惯。我只是想说，就是生活还蛮美好的，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去调整和改变，然后去接纳网友，好不好？感谢。